你的那个包我上网查过了，居然要20万，20万都够我在老家盖房子了，真是浪费钱。你只是个保姆，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话。切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好。保姆的女儿每次周末放假都住在我家，看在他妈在我家多年的份上，我没说什么。直到有一次我出差回家，怎么回事？密码错误，蹭住狗禁止入内。周姨，开一下门。要不要脸啊？天天赖在我家蹭房子住，没地方住你睡大街去，打游戏打到一半还要帮你开门。你说什么？你好，我这里是合法住宅，目前有人未经许可擅自占用，我需要警方的协助，麻烦你们尽快出警。我从未想过自己作为这栋别墅的合法业主，竟被人拒之门外。之意啊，实在抱歉，我女儿放假过来住几天，她对家里的情况不太了解，我跟她说明了这是你的房子，可她年纪小还不懂事儿，有点任性。对了，你郊外那套房子不是空着吗？以后我女儿周末来住的时候，你就去郊外住吧。知怡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请问这位女士，她反映的情况属实吗？不是，警察同志，你们都误会了，我是林小姐的保姆，专门负责照料她日常起居的。林女士，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吗？这次不追究了。既然报案人不再追究，那我们这边先做登记。周姨，我柜子里那瓶红酒呢？知怡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打扫卫生时不小心碰倒了，瓶子碎了。周姨，那套青花瓷时间餐具怎么不见了？那套餐具时发现碗底有裂纹，怕你盛热汤的时候烫了手，就自作主张处理掉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周姨，我那套黑色套装呢？那套衣服我送去干洗店，结果他们不小心给弄丢了。知怡，我赔你一套吧。李女士，您郊外那套房子连着2天是用密码开的，审记录显示家里人住过去了吗？我没有安排人过去，我现在就去看看。那是我爸妈住了半辈子的地方，每件家具都是他们精心挑选的，我平时连走路都轻手轻脚。小雨姐，你家也太有实力了吧？对啊，我刚才在网上查过了，这墙上随便一幅画都价值不菲。天哪，阿姨也太厉害了，不愧是做大事的人。这算什么？看在大家同学一场的份上，等以后有了机会，我帮你们推荐推荐，去好公司实习，跟着我好好干，肯定有前途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提的那个，在我家借住了那么久还不够，现在居然又找到这里来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当然是我妈了，你不就是看我妈有本事，所以一直赖在我家不走吗？你们知道这个林之一有多过分吗？一直在小雨家住着不走，小雨贴了张纸条提醒他，他反倒生了气，还报警说阿姨欺负他。我才是妈的亲生女儿，我都经常住校，她倒好，天天住在那里，别人家当自己家。你们评评理，这像话吗？太不像话了，搞得我想穿件自己的衣服，喝点自己喜欢的东西，都只能让我妈偷偷拿过来，就怕她知道了又要闹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见过这么不会体谅别人的人。切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能装啊？还打电话！立刻带人到我爸妈郊外的房子来。这明明是我妈给我准备的。我劝你，最好打个电话好好问问你妈，这房子到底是谁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看我妈为人善良，又想把她骗过来给自己捞好处。你这玉佩项链看着挺精致的，应该也是哄着我妈给你买的吧？你越是宝贝，我就越想看看是什么好东西。不要！这不就是块普通的玉吗？看把你紧张的。那是我妈妈给我的，你竟然敢推我！不要！快把他拦住！谁让他给我道歉，我一定好好感谢他。你们会后悔的。啊？怎么突然来这么多人？肯定是我妈知道我们来了，特意安排人来欢迎我们吧。这么说来，这些人是专门来给小雨撑场面的？请问你们是我妈安排过来的吗？请进。林总，您还好吗？林总，你们听到了吗？他居然叫他林总。
真是越来越离谱了。他是盛世集团的负责人，那我妈妈是谁？林总，要不要先让医生来看看？等周秀琴来了再说。你继续装，等我妈来了，我看你还能装多久？妈，你可算来了！这些人欺负我，你快点让他们住手！妈，你快说话呀！你快告诉他们，这些都是你的，对不对？枝叶，求求你帮帮我，就帮我圆一次。在月月面前假装我是这房子的主人，你家的那些都是我的，你只是暂时住在我家的。他性子要强，要是知道我只是个保姆，他肯定受不了的。知意，看在我照顾你爸妈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就再帮我这一回。周秀琴，你怎么好意思跟我提这种要求？小雨，对不起，妈妈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念在我爸妈的份上，我一直让你留在家里，给你合理的薪酬，还帮你承担你女儿的部分学费。对你们母女，我一直在体谅和包容。可你呢，不但让你女儿住我的房子，让她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贴纸条赶我，还让她带人到我家来闹，动手动脚损坏东西。就是告诉陈小雨你是这里的主人，就是带她住进我家，告诉她那是你的房子，就是把我家的东西拿来给她用，再让她住进我爸妈的房子，弄坏这里的东西。周秀琴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侵占。知意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太想给她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了。你想给她好的环境，所以就拿我的东西去撑门面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做对我造成了什么伤害？他们打了我，还扔掉了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。你们要沟通，要交流，以后有的是时间，但现在有几件事必须讲清楚。第一，你未经允许擅自把我的房子给别人使用，造成家具和物品多处损坏。第二，你擅自拿走我的红酒、衣服、餐具等物品。第三，你用虚假信息误导你女儿，纵容她对我进行言语和身体攻击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宽恕我这一回，我保证绝没有下次了。林之意，今天的事是个误会，我不知道这房子是你的，我以为这房子是我妈的。你以为什么？以为我是借住的，所以就可以随便打人，随便摔人家的东西。我已经报了警，警察很快就到。都怨你，没搞清近况就乱说。明明你妈只是个保姆，还说什么大人物？学费都是人家林之意帮忙的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接班人？要不是你邀请我们来这里玩，我们怎么会惹上事？这笔钱你自己想办法，休想让我们分摊。你们这些人还有脸说我？要不是你们自己想要攀附关系，不停起哄，我会走到这一步。以为我有背景的时候围着我转，现在出事了就一个个推卸责任。陈小雨，当初在学校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你妈是大人物，你说跟着你有前途，我们才跟你混的。现在出事了你就翻脸？我翻脸？刚才你们推林之一的时候，谁推的最猛？刘思琪，你推了他3下。各位同学，是我骗了小雨，是我说这些房子都是我的，跟小雨没关系。你们要怪就怪我。妈，你别这样，求你们别怪小雨。监控已经调出来了，谁动了手，谁损坏了东西，一清二楚，合计276万。这么多钱，我怎么可能赔得起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你条件都那么好了，还跟我们计较这点钱干嘛？就是，这只是个误会而已，说开了就行了，你何必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呢？就是，不就拿了柜子里的酒，弄坏了沙发地毯吗？你都是有身份的人了，不会这么放不下吧？看你现在这样，身上的伤也没什么大事，就别抓着不放了。你们刚才动手的时候不是很理直气壮吗？现在要我别计较，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敢做不敢当？都滚！276万，我自己扛，以后别说你们认识我。小雨，妈对不起你。之意，咱们没必要把事情闹成这样吧？求求你，看在我照顾你们一家人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给个机会，别追究了吧。给你机会，周秀琴，你照顾我们一家人多年，我们已经用合理薪酬回报了你。你觉得你在我这里还有什么机会可言？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来工作了。妈，你说话呀，你快想办法！我不想赔钱，我不想被追究啊！完了，全完了。哪位是报案人？是我。这起非法侵占和故意毁坏财物的事件，我这边都有监控记录。你告诉他们这房子是你的，你告诉他们！警察同志，我女儿她还小，她不懂事，她就是不懂事。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林之玉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这一回，我求你。我给过你机会，
在市区那栋别墅门口，你贴纸条赶我的时候，我算了；你在同学面前说我赖在你家不走的时候，我也算了。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扔我妈留给我的玉佩。我帮你找回来，我这就去找。你让他们放开我，我去楼下草坪里找，一定能找到的。找回来？那是他亲手雕的，每一刀都是他刻的，碎了就是碎了，你拿什么找回来？之一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你别追究小雨，他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他的人生才刚开始，要是留了案底他就完了。我求求你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。你在我家做了12年，我妈走的时候，你拉着她的手说会照顾我一辈子，我是真的信了，也真的把你当成了家人。我辜负了你，我辜负了太太，我不是人。可你怎么对我的？你让你女儿住我的房子，偷我的东西给她用，还让她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说那是她家。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妈在天上看着这一切，她会怎么想？太太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林女士，根据现场情况和监控录像，陈小约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，我们依法处理，请你放心。林总，咱们好商量，那个赔偿的事儿能不能……沈燕青，把账单发给他们每个人的父母。是，林总。别啊！我爸妈知道了，非得打死我！我爸会停了我的卡的，都怪你！你之前说什么跟着陈小雨有前途，现在好了，咱们全完了！你少赖我！你自己不也是上赶着巴结人家，还说什么小雨姐你家也太有实力了吧？恶心不恶心？行了，别吵了！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赶紧想办法筹钱吧！沈燕青，安排人在楼下草坪仔细找一找玉佩的碎片。林总放心，我马上安排。还有，把周秀琴的东西收拾好，送到她住处去。这12年的年的工资结算清楚，多给她3个月。之一，我不要钱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你就让我留下来继续照顾你，我保证再也不会。周姨，你不明白吗？钱结清，缘分也结清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12年了，12年了。我妈走的那天，你哭得比谁都伤心。我一直以为那是因为你真的舍不得她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也许你只是舍不得这份工作给你的体面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对太太是真心的，我是真心感激她。真心里掺了算计，比纯粹的恶意更让人心寒。林总，草坪那边找到了几块碎玉。几块？3块，大的，剩下的碎得太厉害了，不好找。能修复吗？我联系了一位老师傅，他说可以试试，不过裂纹肯定会有。有裂纹就有裂纹吧，有裂纹也是我妈留给我的东西。妈，我今天做了一件你可能不太高兴的事。周姨的女儿触犯了我的底线，我把他们都赶走了。可是妈，她变了，或许她一直是这样，只是我们没看清。妈，我好想你，你要是还在就好了，没人敢这样欺负我。林总，陈小雨那边有进展了，派出所传唤了他母亲周秀琴，涉嫌的几项罪名基本都坐实了。另外，陈小雨那几个同学家里已经陆续联系了我们法务部，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。态度怎么样？不太一样。张文凯家里态度最好，说多少钱都认，希望能取得您的谅解书。刘思雨家里比较难缠，他爸在电话里说我们敲诈勒索。那就别谈了，直接走诉讼程序。还有一件事，周秀琴一大早就来公司门口了，在那里不肯走，叫保安留意着，别出事就行。我今天不去公司。是。对了，林总，玉佩修复的师傅说碎得太厉害了，想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基本不可能，但是可以做成一件新的东西，把碎片融进去。好，那我让他着手做，大概需要1周时间。以后自己学着包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妈告诉我的，她从你公司门口站了一上午，快中暑了。你们公司的人说你在郊外这边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就是别把我妈送进去。她年纪大了，她身体也不好，她做的一切是为了我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虚荣，是我在同学面前说谎，都是我的错。
你知道你妈今天跪在公司门口的时候，我心里在想什么吗？我想的是，她在别墅门口替我挡住你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以为她是真心护着我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她只是怕你把事情闹大，揭穿她的谎言。不是的，她跟我说了，她说你对她真的很好，是她自己鬼迷心窍。陈小雨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昨天沈燕青没有带人过来，如果我真的只是一个借住在你家的人，你会道歉吗？你答不上来，因为你自己也知道答案。你不会，你只会觉得是我不识好歹。我以前确实那样想，所以啊，你今天的道歉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做错了，而是因为你发现我做主了。如果我和你妈妈一样，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今天跪在这里的就是我，对不对？你走吧，我不会因为你改变决定。你妈妈的事情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你的事情该怎么走程序怎么走程序。你要真知道错了，就坦然面对一切，犯错了就要承担，这才是成年人的态度。那我妈的案子，她的部分我会酌情考虑。挪用物品的赔偿可以分期，非法提供住所的事我可以不追究，但是他伪造事实、长期欺骗你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，不是我需要考虑的。谢谢你林之意，对不起。玉佩，我昨天不是故意扔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对你这么重要。等我以后工作了，我陪你一块儿。不用了，有些东西谁都赔不起。林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全责董事给您添了这么大的麻烦，这是我们夫妻俩的一点心意，赔偿款我们已经打到了贵公司的账户上，这是我们的谅解书。张先生，您儿子的态度我看到了，您是明事理的人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不会再追究他的个人责任。谢谢林总，真的太谢谢了。年轻人犯浑，改了就好。不过有一点，我建议你们关注一下他的交友群。是，我们一定严加管教。林总啊，我们思琪年纪小，他就是跟着瞎起哄，根本没动手。您看这赔偿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儿？您的意思是我的人冤枉他了？不是，我就是说大家一起承担责任，应该公平分配嘛。凭什么我们家要出这么多？林总啊，我们思琪年纪小，他就是跟着瞎起哄，根本没动手。您看这赔偿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儿？您的意思是我的人冤枉他了？不是，我就是说大家一起承担责任，应该公平分配嘛。凭什么我们家要出这么多？监控录像显示，您女儿推了我，赔偿金额是按照市场价格核算的，每一项都有票据。如果您对金额有异议，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，我这边不勉强。哎，你这个人当老总的人，跟我们老百姓计较这几万块钱，那就让大家都看看您女儿跑到别人家里撒泼打人、砸坏东西的视频，顺便让网友评评理。需要我发到网上吗？林总，刘思琪的律师联系我们了，说是误会，愿意全额赔偿。另外还问能不能签一份保密协议。签。条件是他在所有社交平台公开道歉，内容我来拟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在这附近做兼职，顺路过来给你带了点东西。玉，便宜的玉，不值钱，跟你那块没法比。什么？但是我用奖学金买的，是我自己的钱。我知道你不需要这个，也知道你不想见我，我就是觉得欠你的得还，一次还不完就慢慢还。我大学还有3年，以后工作了挣钱了，我会。你在哪里做兼职？学校旁边的一个奶茶店，1个小时15块钱。盛世每年都有实习生名额，你专业对口的话可以来试试，不过走正常流程，不保证录取。你不讨厌我吗？讨厌。你扔我妈的玉佩的时候，我恨不得让你从世界上消失。但是陈小雨，我不是你，你犯了错不会承认，直到被现实打脸才低头。我不会犯你那样的错，不是因为讨厌一个人就否认他改变的可能性。林总，我真的……行了。大晚上别在外面哭，奶茶店在哪儿？我顺路捎你回去。你就不怕我再骗你？怕，所以你最好别辜负我第2次。哟，这不是陈小雨吗？在这里上班啊？我听说你妈的事了，挺不容易的，一个人又要上学又要打工。你妈在里头也帮不上什么忙吧？请问喝什么？后面还有客人排队。我妈说了，做人要有底线，偷别人东西的人迟早要遭报应，你说是不是？您的卡，请拿好，饮品稍等3分钟。陈小雨，我家的40万你打算怎么还？光靠摇奶茶你得摇几百年吧。你同学？不是。今天下午有人打店里投诉电话，连着打了6个。对方说你态度恶劣，还说你的家庭背景不干净，
在店里工作会影响店里的形象。我问你，你跟谁有过节吗？店长，谢谢你这些天的照顾，我明天不来了。我不是要辞你，我知道，但你没必要替我扛这些。店长，如果以后有客人问起来，你就说陈小雨是被辞退的，不是自己走的，这样他们应该就不会再投诉了。别算了，我妈让我带给你的糖醋排骨，热的，现在就吃。你妈做的饭比你做的好吃。废话，我妈做了20年饭了。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刘思琪他妈又在家长群里发东西了。这次发什么？你就这反应？我要是跳出去反驳，反倒坐实了他在说我。算了，我爸说了，在家长群里跟刘思琪他妈吵架，吵赢了他耍赖，吵输了他截图，不理他是最好的办法。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？黑眼圈快落到下巴了。你是不是又在偷偷吃那种1块5一包的泡面？没有，吃的挂面比泡面便宜，一把挂面3块钱，能吃4顿。饭盒我帮你洗，你给我坐下休息一会儿，别动。奶茶店那事儿我听说了，刘思琪他妈干的，你干嘛不跟我说？跟你说了也没用，你还能去把刘思琪骂一顿？我能，我现在就去。行了，骂他一顿，然后呢？他妈换个地方继续投诉，我下一个兼职还是干不成，不如省点力气找个他够不着的地方。那你找到了没？图书馆，这个好，不用端盘子，不用看人脸色，不用被蒸汽烫手。工资比奶茶店少800，我在想要不再接个家教的活填上。800块我借你，不是借，是投资。等你以后发达了，连本带利还我，利息按奶茶算，1个月1杯，珍珠椰果双倍加料那种。你这投资回报率也太低了，我这叫长线布局。少废话，别想一个人偷偷摸摸的。比我想象的大，比我想象的旧。进去吧。那标签是我写的，字儿还行吧？怎么样，面上了吗？试用期1个月，转正之后工资涨200，1楼2楼的书架归你管。这就面上了？你不是说还要复试什么的吗？我这儿不是500强企业，不用3轮面试，能翻书，能分类，能跟读者好好说话就够了。试用期1个月，不合格照样走人。我这儿书比人多，你得比书还有耐心才行。我会好好干的。2楼左边第3排架子上有本图书馆分类法，今天回去看看，明天正式上班，8点到，别迟到。你猜我今天带了什么？薯片，上次你说要带的，忘了3次了，比薯片重要100倍。看，盛世集团今年的暑期试行招聘，简历我帮你准备好了，你只要点个头，我今天就让我爸把简历发过去。笔试面试你自己搞定，我相信你能搞定。对了，我昨天跟秦奶奶聊天，她说你把她30年前写错的一批分类标签全找出来了，一本一本重新编了号。秦奶奶说你这个人心太细了，以后谁娶你谁倒霉，藏不了私房钱。秦奶奶不可能说这种话。好吧，后面那句是我加的，但前面是真的，她真的夸你了。对了，面试的时候，如果面试官问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，你打算怎么回答？太穷，太穷。不行，换一个，这不是缺点，这是客观事实。那就不太会拒绝别人。上次有个读者借书逾期了3个月，我催了5次都没催回来，最后还是秦奶奶亲自打电话去要的。这个好，又真实又不致命。到时候记得举这个例子，面试官喜欢听具体事例。苏念，如果我真面上了，请你吃火锅，锅底要鸳鸯的，因为你吃不了辣。一言为定，毛肚、黄蚝、虾滑，全点双份。双份。小陈，你手机震了好几下，要不要看一眼？什么事儿？秦老师，我打算去一个大公司面试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也希望你越来越好。你去2楼把那批捐赠书上架，今天最后一车了，上完了下班。明天开始少加夜班，养好精神，去大公司好好干。秦奶奶，谢谢您。谢什么谢？把那本图书馆分类法给我放回原处，你借了2个月了，还没还。林总，城南养老院那边打来电话，说周秀琴想见您一面。见我干什么？说是想当面跟您表达歉意，她身体不太好，
这1年住了2次院，养老院的人说他总是念叨您的名字，说对不起你。3年了，他女儿把我妈妈的东西扔出窗外时，没想过道歉。现在想起来了。那我帮您回去。燕青，那件事查得怎么样了？正要跟您汇报，法务部那边来了消息，二手市场有线索了。什么线索？南城老街一家玉器店，店主说3年前收到过一块玉佩，雕工是手工的，背面刻着一个字。什么字？他没说，只说那个字很小，歪歪扭扭的，像是初学雕刻的人刻的。是之字。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。3年了，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，终于有消息了。那块玉能在3年之后重新出现，说明它注定要回到您身边。妈，你的玉找了3年，终于要回来了。您来了。3年前一个收废品的老人送来的，我一看这雕工就知道不是机器做的。是我妈妈留给我的，她亲手雕的。她刻这个之字的时候学了整整3个月，刻坏了6块玉料。这道缝我5岁时摔的，她用金丝补了。她走的时候攥着我的手说：“玉替妈妈守着你。”我弄丢了3年。老师傅，谢谢您，谢谢您替我保管了3年。谢那个收废品的老人吧，他姓孙，大家都叫他老孙头，住城南老街那片，3年了，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那里。城南，老师傅，这张名片您收好。盛世集团，姑娘，你还是个负责人。先把妈妈的玉找回来，我也该去见见了。你怎么找过来的？孙师傅，我来谢谢您。谢啥？一块玉嘛，放我这儿也是放着。上次您走得急，好多话没来得及问。反正我一天到晚也没啥事儿，进来坐。我想问您一件事，3年前您捡到那块玉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跟您说过什么？他翻得比我还急，满头大汗。我问他找啥，他说找一块玉，他女儿扔掉的，背面刻着字。啥？他说找一块玉，掉的，背面刻着字儿。怎么样？很整洁，头发盘着，不像收废品的。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在发抖，说那玉对别人不值钱，但对一个人特别重要。是不是姓周？你怎么知道？他那个找玉的女的是你家保姆，他女儿扔了你的玉。3年前，他女儿在我家房子里砸东西打人，把我妈妈留给我的玉佩从窗户扔了出去。唉，他肯定知道那块玉对你有多重要，他心里愧疚啊。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一个收废品的，不太懂这些事儿。但我觉得吧，一个人要是做了亏心事儿，有时候反倒更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想弥补，怕别人觉得他是装的，怕别人说他虚伪。在一个条件好的人家干活，东家对他特别好，但他做了对不起东家的事儿。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撒了一个谎，把他女儿害了。您没告诉他您捡到了那块玉？我觉得那玉是老天爷托我保管的，等他该回去的时候，自然会回去。现在他回去了，后来熟了更不敢说了。大姐每次说起以前的事儿就哭，说她对不起东家小姐，说她把人家妈妈留下的玉弄丢了。我说不出口，我怕我一说她更难受。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想摸。照顾了别人一辈子，从来不敢跟东家提要求，何况他心里愧疚。你不给他，他到死都不会开口要。上次你来，他看见玉了，可看见了跟摸着了是两码事儿。他那双手找了那块玉3年，到现在还没碰过他一回。你得把玉从脖子上摘下来，放在他手心里，让他摸一摸。他心里那个洞，看见了只补了一半，摸着了才算补实了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把剩下那一半补上。您好，请问找谁？周秀琴，她在哪个房间？您是周阿姨的家人，她住进来1年多了，从来没人来看过她。我不是家人，她情绪一直比较低落，不太爱跟人说话，您进去多担待。林小姐，听说你想见我？对不起，我以为你不会来，对不起，我这3年每天都在想，要是能再见你一面，我一定要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你想说的就是这3个字？林小姐，我知道我没资格求您原谅。3年前那场官司，法院判我们赔的钱还了3年还没还完。小雨在里面的时候，我在外面。他问我为什么让他以为自己家里条件那么好，为什么要拿您家的东西？周姨，你在我家做了12年保姆，这12年里，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。我妈生病那几年，你照顾她，我感激你。我妈走的时候，你哭得比谁都伤心。我以为你是真心的，所以我一直把你当半个家人。真心的，我对您爸妈是真心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拿我的东西？为什么要跟你女儿说你是这里的主人？为什么要让你女儿住进我父母的房子，损坏他们的遗物？林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原谅我。我只求您一件事，小雨她上个月出来了，她没来找我，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好了，法院判了，她也承担完了，我和她之间的事儿已经清了。至于她现在去了哪里，过得好不好，跟我没有关系。
这里面有10万块钱，不多，够你交一阵子养老院的费用。不是因为原谅你，是因为你照顾了我爸妈12年。林小姐，小雨出来了没找你，也许他也没脸见你。你们母女之间的事，你们自己解决。但有一句话你转告他，我脖子上的玉找回来了，他欠我的最后一样东西，终于有了着落。太太要是知道玉回来了，一定很高兴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得替他把这个家守好了。你今天做的这件事儿，比你做100件大事都了不起。孙师傅，您说过的，做错了事就得自己承担后果。他承担了3年，今天我把剩下那一半也给他了。好，走，我去给您切个西瓜，今天这西瓜格外甜。好，这个月业绩又是垫底，再这样下去你自己看着办。我下个月一定下个月。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听说他以前家里挺有钱的，大学那会儿可拽了，现在还不是跟咱们一样争柜台。这辆奥迪擦完了没？客户马上就到。马上。跟你说多少次，轮胎要擦到能照出人影，客户花几十万不是来看灰的。集团营收同比增长40%。林总，听说您最近收购了宏达置业，这是盛世进军商业地产的第一步吗？宏达只是开始，盛世明年将在全国5个城市布局商业综合体。对年轻创业者有什么建议？别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，踏实做事。养老院那边义工活动是这周末。你找谁？周秀琴，她3个月前就搬走了，去了养老院。您知道是哪家吗？我还没脸见呢。陈小姐，你的简历上有一段3年空白期，能解释一下吗？我在处理一些个人事务。抱歉，我们这边需要背景干净的人。下一位。你先坐那边等一下 ，HR 今天面试排得很满。陈小姐 ，HR 说今天面不了了，你改天再来吧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型号太老了，电池也不行了。能卖多少最多300。300就300。我找林总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，抱歉，没有预约的话，我找林总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，抱歉，没有预约的话，让他上来吧。好的，请这边走。请，林总在办公室。你来了。林总，我错了。公司明天去面试，地支沈总监会给你。您为什么还愿意帮我？不是在帮你，那块玉你扔了。你在里面待了3年，承担了后果，现在出来需要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这个机会不是给你的，是给我妈。她教我要给人留一条路。广告公司，明天上午9点找人事部张经理。谢谢。我来面试，林总让我找张经理。陈小雨，张经理在开会，你坐那边等一下。
你是陈小雨，跟我来。做过广告行业，先把这些名单整理好，下午跟小张出去发传单，试用期3个月，看表现转正。谢谢主管。对了，林总那边打过招呼，不过在这里能不能留下来，看你自己。新来的，下午发传单记得穿运动鞋，要走很多路。好，谢谢。走了，发传单去。好。这一带人流量大，但别站在店门口挡人家生意，有人接就笑着说说谢谢，不接也别拉着人家。明白了。你以前没发过传单吧？没事儿，跟在我后面看几遍就会了。谢谢。别在意，这种情况常有。没事。你学得挺快的，以前做过销售？没有，就是以前不太会看人脸色，现在学会了。发完今天就差不多了。姑娘，又碰到你了。孙大爷，你先往前走，我马上跟上来。第一天上班，第一天。那边有个菜市场，下午人多，发得快。好，谢谢您，孙大爷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广告，您看看。我一个收废品的，哪看得懂这个？孙大爷，上次您说您在养老院做义工，我妈她……你妈身体还行，就是总念叨你。我还没脸去见她。姑娘，我一个收废品的，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但我觉得吧，人这一辈子有些面儿，早晚得见，晚见不如早见。陈小雨，这边发完了，走了。大爷，谢谢您。就可以收工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你在画什么？没什么，随便记一下。累死了一天，回去还得打卡。电话里说了多少次要醒目，现在这个灰蒙蒙的放在路边谁看得清？红色加灰色是经典搭配，视觉冲击力是够的。够什么够？我老婆昨天路过你们做的那块样板广告牌，说远看就是一团糊。室内灯光下还行，但到了户外阳光下呢？你们考虑过户外效果吗？那个红色和灰色搭配在户外广告牌上辨识度会降低，如果用橙红代替正红，再加深灰色对比度，远距离阅读效果会好很多。有道理，橙红比正红在自然光下更跳，而且和灰色的对比度确实更舒服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醒目但不刺眼。上午那个配色建议，客户很满意，他们说改了之后广告牌在户外辨识度高了很多。你简历上写着大学学的广告专业，是，但没读完。为什么没读完？个错误，承担了后果。的项目，设计部那边缺个助理，从今天起你跟着设计部老周学，发传单的事先放一放。谢谢主管。不用谢我，是你自己抓住的机会。试用期还是3个月，能不能转正看你表现。老周脾气不太好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会好好学的。去吧，老周在第2设计室。怎么了？被骂了？没有，让我去设计部了。周老师，主管让我来找您报道，我是新来的设计助理。你就是上午在会议室说配色那个？大学学的什么？广告专业，没读完。那是你的桌子，先把桌上那些色卡按色系整理好。好。你看看这张图，看出什么问题没有？标题字号偏小，放在户外广牌上10米外就看不清了。还有底色和商标颜色太接近，商标不突出。行，有点眼力。明天开始你跟着我做那个地产项目的后期。你怎么还没走？我想再看一会儿。既然没走，帮我看一下这张图，客户要改的版本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左下角的 logo 位置和主标停成了视觉冲突，如果把 logo 移到上角，标距中整个版面会更平衡。行，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再改。陈小雨，试用期3个月，考核评定为优秀，从今天起提前转正。谢谢主管。你的徒弟出师了，还欠我好几个夜宵呢。陈小雨，你得请客。这本拿去看，比你现在那本全，好好干。谢谢周老师。请进。妈，是我，妈，我来看你了。也黑了。我找到工作了，在广告公司做设计助理。这是我自己挣的，干净钱，您留着。又来了。以后每周都来。林小姐，西瓜分完了，歇会儿。姑娘，
上次你把玉放在手里，我看见了，哭了一整个下午，终于落地的哭。我知道。孙师傅，这盘您帮我送进去吧。你不进去？不用了，他们母女需要自己的时间。孙大爷，哎，小雨也在。你妈说你转正了。姑娘，从养老院那边过来。坐会儿。今天的西瓜很甜。坐会儿，我这儿马上就啃完了。周大姐今天下午一直在笑，她女儿给她削苹果，我看到了，以前那样子跟现在完全两个人。这姑娘3个月前还在发传单，现在都能自己画了。他大学学的就是广告专业，只是没读完。林小姐，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，那天在玉器店，你把名片留给老周，让他看到老孙头就给你打电话。你那时候是不是已经猜到周大姐找过那块玉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一块玉能在垃圾桶边待了3年没人动，一定是有人在等他。是周大姐在等。孙师傅，您说过做错了事就得自己承担后果，周秀琴也承担了3年，现在他们母女能坐在一个房间里削苹果，那块玉的账算是清了。清了就好。姑娘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下周义工活动我还会来。孙师傅，您教我的去陪伴那些需要陪伴的人。我一个收废品的，哪儿教得了你什么？您教会我的事，我做到了。